你一定常常听到台积电做出了2奈米，甚至开始拼1奈米。可是这个几奈米到底是在量什么？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奈米有多小。一根头发的直径大约是10万奈米，也就是说，所谓的2奈米比你一根头发还要再细上几万倍，小到我们根本看不到。那这么小的尺寸究竟被用在什么地方呢？其实就在晶片里。手机、电脑里的 CPU 核心就是一颗指甲大小的晶片，而在这颗晶片里排列着一种叫做电晶体的元件，它的数量不是几千几万，而是高达几百亿个。这几百亿个电晶体就决定了一整颗晶片的能耐。电晶体装的越多，这颗晶片就能处理越复杂的运算，也就越聪明越强大。好的，那这个电晶体到底在做什么的呢？电晶体说穿了就是一个电子开关，它只做一件事，控制电流通跟不通。通就是1，不通就是0。我们的电脑就是靠着几百亿个开关，不断的开开关关，才算得出所有的东西。那这个开关是怎么开的，怎么关的？这就要讲到 FET， 也就是场效电晶体。场效这2个字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利用电场来控制的意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把一个 FET 当成一根水管，水想从水管的这一头流到另一头，这2头我们就叫做原极跟极极，也就是电流流进来的地方跟电流流出去的地方。而在水管的中间有一道闸门，这道闸门打不打开，就决定了水到底流不流得过去。控制这道闸门的旋钮，我们就叫做闸极。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，这个闸极它并不会去真的碰到里面的水，它是悬在上面的，隔着一层东西，靠着电场隔空把闸门打开。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电压吗？当我们在闸极加上电压，它就会产生一个电场，这个电场会把下面通道里的电子吸过来，原本走不通的路就被打通了。这就是开。而当我们把电压拿掉，电场消失，通道关起来，电流就过不去了，这就是关。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真的去碰那些电流，只是用电场隔空控制，这就是场效这个名字的由来。因为闸极几乎不耗电，我们才能在一颗晶片里塞下几百亿个这样的开关，而它还不会整个烧起来。可是你可能会想，通道里那些被吸过来的电子到底是哪来的？这就要讲到晶片的主要材料矽。矽这种东西很特别，它不像铜那样很会导电，也不像塑胶那样完全不导电，而是卡在中间。我们叫它半导体。纯的矽其实导电能力很差，于是工程师想了一个聪明的方法，故意在干干净净的矽里面掺进一点点别的元素。这个动作就叫做掺杂，掺进去的杂质，有的会多出一些可以自由跑的电子，有的会多出一些缺口。这样一来，这块半导体就有了可以被电场指挥的电子，通道也才有水可以流。那这个闸极为什么可以隔空控制却不会漏电呢？其实就在中间那层隔开的东西。这个 FET 最常见的一种叫做 MOSFET， 中文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电晶体。名字很长，可是它其实是在描述这个闸门的3层结构。最上面是金属的闸极，最下面是半导体的通道，而中间夹着一层薄薄的氧化物。这层氧化物是不导电的。我们在讲电容的时候说过，2片金属板中间夹一层不导电的介电枝，电荷就会隔着它互相吸引。其实这个 MOSFET 的闸极就像是一个迷你的小电容，闸极跟通道隔着中间这层氧化物，谁也碰不到谁，却能靠电场隔空吸引。这就是它能隔空开关又不漏电的方式。好的，那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，所谓的2奈米到底是在量它的哪里？最早的时候，这个数字量的就是中间这层闸门的长度，也就是闸极的长度。不过到了今天，这个几奈米已经比较像是一种制程世代的代号，不完全等于某个地方真正量出来的长度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数字越小，代表这一代的技术越先进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拼命？这里有3个很实际的好处。第一，电晶体越小，同样大小的一片晶片就能塞进越多的电晶体，晶片就越强大。第二，电晶体排得越密，电子要跑的距离就越短，讯号从一个电晶体传到下一个就更快，晶片的速度就更快。
第三，每一个电晶体越小，开关一次需要的电就越少，整颗晶片就越省电，也越不会发热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新手机明明变强了，却反而更省电。你想想看，要把电晶体做到只有几奈米，还要一次做出几百亿个，而且几乎不能有任何一个出错，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艺之一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么小的电晶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？这里用的方法其实有点像照相或小时候玩的晒板。工程师会先把整张电路设计图画在一片叫做光罩的板子上，这片光罩就像是底片，接着用光通过这张底片，把上面的图案一次印刷到晶圆上，这个动作就叫做光刻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可是麻烦的来了，当你要印线的时候，越来越细，原本用的光就显得太粗了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答案是换用波长更短的光，于是就有了 EUV， 也就是极紫外光。它的波长短到只有 13.5 奈米，细到可以刻出那些奈米级的线条。可是这种光非常难伺候，难搞到连空气、连一般的玻璃镜片都会把它整个吸收掉。所以整台机器必须在真空里工作，来带着光走。光是要产生这种光，就得用雷射去连续轰击微小的息滴，把它打成电浆。这种机器全世界只有一家荷兰公司叫做艾斯摩尔做得出来，一台就要好几十亿，而且越往下做良率就越难顾。那既然只是把电晶体越做越小，为什么不一直缩下去就好了呢？这就要讲到两个麻烦了。第一个麻烦，还记得我们那道闸门吗？当电晶体越做越小，这道闸门也会跟着变短，短到一定程度，它就关不紧了。明明我们已经把电压拿掉，叫它关起来，可是电子还是会漏过去。这在电晶体上是很致命的，因为它该关的时候关不掉，就会白白漏电，也会算错。那怎么办呢？工程师想到的办法就是改造这道闸门。最早的闸门只从上面压往通道，后来他们把通道立起来，做得像一片鱼鳍，让闸极从3个面把它包住。这就是 FinFET 骑士电晶体。而到了2奈米这个世代，他们更进一步，让极极从上下左右整整一圈把通道360度包起来，这就是现在最先进的 GAA， 也就是环绕闸极电晶体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台积电比的其实不只是把电晶体做小，更是在比谁能换上更厉害的闸门结构。那未来呢？1奈米之后又会怎么样？这就要说到我们刚刚埋下的第2个可怕的麻烦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2奈米其实只有10几个原子排在一起那么宽。当电晶体小到这个极限，通道也只剩下几个原子那么薄。这时候就算闸门关得再紧，墙壁本身已经薄到不像话，电子居然还有机会不开门，直接穿墙而过，跑到另一边去。这听起来很荒谬，可是，在原子这么小的尺寸下，它真的会发生。这在物理上就叫做量子穿隧效应。所以未来的方向，除了继续改造闸门，还会去换用全新的材料，让电子在更小的尺度下乖乖听话。可是除了往小里钻，其实还有另一条路。你想想看，当一颗晶片上已经很难再塞进更多电晶体了，那有什么办法能继续提升效能呢？答案是不再执着于单独一颗晶片，而是把好几颗晶片一层一层叠起来，或是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，中间用极短的线路连起来，让资料用最短的距离在晶片之间传递。这种把好几颗晶片整合在一起的技术，就叫做先进封装，让晶片从平面设计走向立体的3维空间。而这就是现在这一波 AI 浪潮最关键的技术之一。好的，今天我们从半导体掺杂 MOSFET、EUV 光刻、闸门结构、FinFET、GAA 的演进到量子穿隧，完整讲解了台积电的先进制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此更加了解了呢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一下，让我们更快达到1000个订阅。这里是电子大小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